小小縣城花費數十萬給小日本的鬼子立碑，不僅不讓國人入內，甚至還將鬼子碑修建在烈士陵園附近。上千浴血奮戰的先烈陵園破敗不堪，小鬼子的墳頭卻被安排得富麗堂皇，就連瀋陽日本領事都慕名參觀，直呼這裡才是日本軍魂的最後歸屬。而5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勇士相約砸碑，那麼他們會成功嗎？這樁離譜至極的事情發生在2011年，網友發布的一篇微博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注意。文中說到，在黑龙江省哈爾滨市管辖的方正县发生了一樁怪事，那便是官方花了足足70萬修建了一座陵園，而陵園門口石碑上赫然寫着日本開拓團明王者名錄，上面密密麻麻寫着各種日本名字。石碑建成之後，方正县請來了瀋陽驻华大使馆的总領事前來參觀。好家伙，看完方正县的操作，總領事當即熱淚盈眶，說到這裡便是日軍軍魂的最後歸屬。但你覺得方正縣的離譜操作只有這些嗎？除了立碑之外，當地還打算計劃用1500萬拍攝相關的紀錄片，同時規定商業界的門頭牌匾必須含有日文。隨後方正县的一系列做法被網友傳到了網上。要知道當時已經是2011年了，距離抗戰勝利小日本投降已經過去了66年，沒想到這麼多年方正縣似乎沒通網，居然能做出如此離譜的事情，被網友們稱之為国恥一般的悲劇。而在幾天後的3月18日，當地網友再次上傳了方正县烈士陵園的照片，只能用8個字來形容：雜草叢生，破敗不堪。要知道我們從小學就有打掃烈士陵園的習俗，各個地區不管城市大小，烈士陵園都是相當的肅穆整潔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方正縣難道沒有這種活動嗎？不然怎麼會這麼髒亂呢？就這樣，在鋪天蓋地的指責下，過去了小半年，一個叫做人間不公的河北網友站了出来，通過網絡結識了其他4個人，分別是江西的飞天燕子、湖南的韓忠和湘軍500，以及河南网友梁志。那麼問題又來了，他們5人聚集在一起打算幹嘛呢？原來自從3月份日本開拓团明王者名錄事件曝光後，足足5個多月的時間，方正縣依舊沒有任何動作，所以河北網友人间不公等人打算親自做點什麼。8月2日5人啟程，8月3日抵達哈爾濱，當天租車前往方正縣，路上遇到了各種阻礙，這裡莫言就不一一講述了，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自行查詢。總之2天後，5人成功來到了鬼子的陵園門口，二話不說拎起油漆桶便潑了上去，血紅色的油漆分外的刺眼，也像是提醒我們血海深仇不能忘記。隨後湖南湘軍500用錘子掄了過去，但方正县那70萬可不是白花的，幾錘下来也就砸出了幾個白點。20分鐘後，當地的警察來了，看到5人後立馬將其控制送回了拘留所。在警車上，湘軍500通過微博向網友求救，發出的文案非常簡單：在方正一砸碑被抓。晚上8點半，5人被無罪釋放，當地要求他們不准逗留，立即離開。次日5人來到了北京，受到了廣大網友的迎接，並稱其為21世紀的狼牙山5壯士。以下是記者採訪的真實鏡頭，大家感受一下。只要那個碑一天不倒，真的，哪怕再战100次，我都要去。几天後，沉默半年的方正县官方做出了回应，大家再来感受一下。建这个公墓绝不是为他们歌功颂德，我们主要是为了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，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鉴，珍惜和平。官方的言辞非常直白。首先70万修建的是王者名錄，不是祭奠日軍用的。其次，名錄上的人名都是日本開拓團的團名，和侵華日軍有着本質上的區別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究竟什麼是開拓團呢？現在莫言就為大家科普一下。1937年，日本定制了滿洲移民計劃，打算將100萬戶日本人轉移到我國東北。記住這裡的用詞是100萬戶，超過540萬人。可經過重重篩選，最終抵達東北的只有33萬。日本政府稱其為開拓團，他們的身份則是一種變相的先遣軍，主要的任務便是在東北深耕和同化當地中國人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看完相關的介紹，你還覺得日本開拓團是無辜的小白兔嗎？時間來到2011年的8月6日，方正縣終於頂不住壓力，拆除了開拓團名錄，原本豎立石碑的地方也只剩下了一堆殘渣。